和平宪法的约束力跟纸糊的一样，日本的战争潜力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在2023财年将拨款2540万美元为 C2 运输机配置托盘炸弹，将其改造成可发射远程导弹的武库机，从而具备类似于战略轰炸机的能力，大幅增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日本自二战后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撤销，本应作为战败国，军事实力一落千丈。但谁能想到，仅仅过去几十年，日本就已拥有了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的自卫队。本期我们就来看看日本 C2 是如何变身准战略轰炸机的，以及日本的战争潜力究竟到达了何种地步。要知道，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是不能拥有轰炸机、弹道导弹等进攻性武器的，所以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的都是自卫性质的飞机。此次日本对 C2 的改装是在其后舱门位置配备一个可以释放导弹的托盘，打开舱门释放后，托盘和导弹就会分离，导弹自行飞向目标，从而实现对敌人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场等高价值目标的纵深打击。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操作十分熟悉？没错，日本 C2 改装项目借鉴了美国空军的快速龙计划，旨在让 C2 运输机在具备空投托盘炸弹能力的同时，无需对飞机进行大的改装。快速龙托盘武器系统源于美国货运飞机托盘式弹药项目，是一种创新的空中发射武器系统，旨在不改装飞机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空运平台空投和发射远程托盘式弹药，也扩展运输机任务范围，提高美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和灵活性。2021年3月，项目正式命名为快速龙。截至目前，快速龙已经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实弹发射测试。2021年12月16日，美军使用了一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从空中投放了一个包含1枚巡航导弹和3个模拟弹的4单元快速龙部署系统，最终导弹成功从托盘中释放，并击中了墨西哥湾的一个海上目标。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是让快速龙系统可以在任何配备空投通用集装箱的军用运输机上使用，如 C17、C130，每个集装箱都可携带多达4枚巡航导弹，如 AGM-158BC 型号，同时还要实现与其他武器系统兼容，如小型直径炸弹或反辐射导弹。美军家大业大，本身不缺乏轰炸机，不管是 B52 还是 B1B， 本身都可以投放 AGM-158 系列导弹。如 B52 的内部弹仓可容纳8枚，外部挂架可以容纳12枚，总共可以携带20枚左右。B1B 的内部弹仓可以容纳24枚，外部挂架则暂时不使用。以这样的挂载数量，再加上美国空军 B52 和 B1B 的保有量，应该说仅轰炸机部分的投放力量排得上世界第一了吧。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在运输机上面搞快速龙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美空军进攻时手段的多样性和突然性。战时谁又会想到辅助型的运输机突然会变成轰炸机呢？当然，日本的情况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在和平宪法解除前，将 C2 运输机加装快速龙托盘，恐怕是日本唯一拥有远程战略轰炸能力的手段。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服役的，不管是 F2 还是 F15， 其本身都是以空优为主的战斗机，本身就不具备挂载 AGM-158 导弹的能力。就算后期变得可以挂载，一般也只能挂载1到2枚，而且还会影响到本身的航程。但现在日本把这些导弹转移到运输机平台上进行投放，日本航空自卫队就将额外获得远程战略打击能力，是变着法的在和平宪法下获得进攻性能力。日本防卫省为 C2 运输机配置的托盘炸弹，其发射弹药的设想与快速龙一样，最初可携带 AGM-158B， 之后会考虑集成 AGM-158 系列其他巡航导弹和自研的12式地对舰导弹的机载型号。之所以会采取 AGM-158 系列导弹，是因为有美国快速龙项目可以借鉴，能少走很多弯路。其次是日本还同时进行着 F-15G 战斗机升级项目。根据计划，日本航空自卫队会通过换装雷达、座舱、武器等手段，将68架 F-15G 战斗机升级到日本超级解机机标准，预计会在2028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全部升级。而其发射的导弹便是会集成 AGM-158B 导弹，一举两得。AGM-158B 是一种远程隐身空地巡航导弹，导弹采用了隐身设计和复合制导系统，射程可达到1000公里左右。
在运输机上面应用这种导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超远射程。射程只要够远 ，C2 运输机就不用像部分轰炸机一样深入前线几百公里的地方去投放炸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且 AGM-158B 导弹本身还具有隐身的特性，能够间接提升生存能力，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除此之外，日本还准备引进该系列具备攻击大型水面战舰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届时 C2 准轰炸机将具备成本低、易部署、扩展性强等优点，未来可通过搭载不同武器执行对地、对舰、干扰、蜂群作战、航道封锁等多种作战任务，大幅度增加日军作战灵活性，提升空中作战效能。当然 C2 能否担得起这份重任还要另说，因为 C2 运输机虽然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动机，但其运输能力却不强。C2 是日本川崎航空航天公司研制生产的中型双涡轮风扇发动机，长距离高速军用运输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其使用了2台通用电气公司的 CF680C2 发动机，美军编号为 F138GE100， 单台最大推力约为 27.9 吨，一台发动机的推力顶得上2台俄制 D30KP2 发动机的推力了，主要用于取代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 C1 和 C130 运输机。其多种改进型号大量装备美军 C5 银河、波音767、VC-25A 等大型飞机上，其综合性能相当可靠。C2 的发动机虽然很强，但它的最大荷载能力却只有 37.6 吨，大大落后于 C17、1276和 AN70 等运输机。准确意义上 ，C2 是一款介于战术和战略之间的运输机。日本空有这么好的发动机，却设计了这么一款高不成低不就的运输机，属实有些可惜了。再加上截止2023年8月，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15架 C2 运输机，规模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比起大多数战斗机，运输机具有更大的载弹量和更长的空中续航时间，也够日本将其当轰炸机使用了。大家不要小看日本这一点点改变，配合上日本在其他方面的军力突破，积少成多下，日本已经拥有了一股不弱的军事力量。除了刚才提到的准轰炸和 F-15G 战斗机升级计划外，日本引进的 F-35战机也配备了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导弹，如其弹舱内可携带射程超过400公里的 GSM 多用途导弹。GSM 导弹是一种多用途导弹，源自海军打击导弹，由挪威公司开发，已经在挪威皇家海军投入使用。这种导弹由于尺寸原因，能够很方便地安装在 F-35A/C 的内部弹舱中。通常携载2枚，以增强其反舰和对地打击能力。若是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下 ，F-35携带 GSM 导弹也能突破2000公里外的目标。目前日本已经分2批，共采购了147架 F-35战斗机，这可是令俄罗斯都羡慕的5代机数量。目前俄罗斯就只有10架原型机加11架量产型的苏57和0架处于开发中的苏75而已。在空中加油机方面，日本向美国采购了6架 KC-46A 和4架 KC-767 加油机。KC-46A 是美国现役最新型加油机，最多可携带94吨，用于空中加油的燃油。航空自卫队的 F-15G、F-35A 以及 F-2 等主力战机都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经过空中加油后，作战半径普遍可超过1200公里，再结合远程空地导弹，便可对敌人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上自卫队。日本目前拥有的舰艇数量超过150艘，飞机数量超过340架，具有很强的反潜护航作战和远洋机动作战能力，其反潜和扫雷作战能力居世界首列。同时，日本拥有一支强大的直升机护卫舰队与2栖登陆舰，具备登陆作战能力，如排水量 1.395 万吨的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和排水量 1.95 万吨的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据资料显示，这2型直升机护卫舰都拥有类似航空母舰的平顶甲板，可搭载直升机。虽不适合战机升降，但凭借强大的超视距投送能力、2栖投送能力和反潜能力，其战斗力相当于中小型航母，有着直升机航母的称号。在其他舰艇上，据日本官员透露，日本还将引进战斧 Block 5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日本政府称，已在2023财年预算案中列入2113亿日元的采购费，且已表明计划采购400枚，预计会在2026财年起部署部队。而且，为了让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具有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还计划在2024财年预算中列入各舰的垂直发射系统相关改装费，以及申请了约3800亿日元的经费。要在2028年度之前建造新2艘大型宙斯盾舰，以便替代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目前日本宙斯盾舰的部署情况是在横须贺基地和武贺基地各部署了2艘，在佐世保基地部署了4艘。据资料显示，垂直发射系统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导弹的装置。日本最新型宙斯盾舰摩耶号最多可搭载96枚，而且由于该舰还负责拦截弹道导弹和部队防空任务，因此改装的垂直发射系统应该是能实现一坑4弹技术的 Mk41 垂发系统。总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面作战舰艇和潜艇更新换代十分快速，舰艇的平均服役年龄不超过15年。他们会采取一退一进的手法，以新舰艇置换旧舰艇服役，并将旧舰艇封存以备战时使用。目前，日本多个造船厂拥有制造大型军舰的能力，年造船能力达1800万吨，战争潜力巨大。而日本陆上自卫队就不用多说了。围绕反击能力，日本将把陆上自卫队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延长至约1000公里，预计于2026财年向地面部队部署。在上个月的护身军刀2023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国产12式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可以说，现在的日本除了没核武外，却也有超越大多数国家常规军队的实力。日本防卫省打算在8月底汇总的2024年度预算申请，就拟提出创新高的超7万亿日元防卫费，其中包含设立统一指挥、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计划将于2024年度末启动，人数为240人，并且为了迅速向西南诸岛输送武器装备和物资，还将新设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共同组成的海上运输群。其次，为开发攻击舰艇和地面目标的精确制导导弹，日本防卫省申请了320亿日元的经费，同时还申请了在舰艇上搭载射程增加的自研12式反舰导弹的费用，以及批量生产射程为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费用。除此之外，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的费用约为640亿日元。为解决武器装备零部件短缺问题和提高使用率，又申请了超过2万亿日元的经费。在自卫队设施老化、对策和完善火药库方面，则提出了一共8000亿日元左右的经费申请。总的来说，日本有意在2023年至2027年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而此次 C2 的改装就是其中一项。若是能成功改装，将推动日本武器库的发展应用，在作战中便能与 F-35 联动作战。F-35 前出侦测目标， C2 武器库居后实施远程精确饱和打击，在最大限度发挥空袭效能，迅速瓦解敌军作战体系的同时，大幅提升日本实施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好了，关于日本模仿快速龙将 C2 运输机改装成轰炸机，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